钟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大人，北边的兄弟们死得不明不白，我查过了，是有人把我们的布防路线卖给北朔了。这是军械转运的路线，藏在书里头。大人，朝里有人把边关卖了。你现在能走吗？我是被人追着跑回来的，跑不动了。大人，你快跑！你先趴下，别出声。爹，这么晚了，出什么事了？爹的神情这么严肃，家里难道遇到危险了？爹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别问，现在就走，从后门出去，去青石镇，找一个叫陆晨川的人。陆晨川是谁？镖师，开陆氏镖局的。他这个人爱财，嘴也不好听，但他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。把这半枚镖牌交给他，他就会明白的。可是爹，你呢？我在这里等人来取书。爹。晚唐，你记住，只要人活着，就还有办法。现在出发，一步都不要停。快走，小姐，上车，我们走。爹一个人留在府里，他能应付得过来吗？小姐，尚书大人说了，让你别回头。上车。江大人，木匣在哪儿？不在这里。有人追上来了，加速！放线！木匣绝不能落入他们手里。小姐，别松手，跟我走。把箱子交出来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儿。别过来！跑，小姐，跑！赵武，爹，府里的人呢？赵武他……晚唐，别回头。什么声音？停！江尚书，把木匣留下。你是什么人？放！跑，去青石镇找陆晨川。爹，我不能把你丢在这里。一定要好好活着，把东西交给陆晨川，听见了吗？爹，听见了吗？尚书大人，到此为止吧。爹，我一定会把木匣送到陆晨川手里，绝不让您白白牺牲。不能停，爹还在后面拦着他们。别停！杨尚书，你一个文官还能撑多久？这老家伙竟然还有这等身手，打过一场还能伤我。江尚书年轻时果然不是只会做书房的。少废话，绝不能倒在这里。晚唐还没跑远。看剑！
有意思。就用这血咒送你上路。为了一本书，把命丢在这里，值吗？让爹的保护女儿，不用问值不值。终于找到了，爹，你一定要平安。大清早的，谁啊？陆晨川，我爹让我来找你，他说把这个交给你。这哪来的麻烦？我睡了多久？大半天。那我得走了，我还有事。脚踝扭伤，再走半天你就废了。我爹让我来找你，他说把这个交给你，你就会明白。你爹是谁？江怀远，兵部尚书。这是他的委托书。他说请你送我去上京，把木匣交到一个叫霍震岳的人手里。就这？就这，我一定会付钱。我身上现在有这些银子，送你到镇口都勉强。我爹说你会帮我。你爹没告诉你，我做事先谈价吗？500两，把人和箱子交出来，钱你的，人我的。你不会真的想卖了我吧？500两确实不少。陆晨川，500两不少，可劫我的场子是另外一个价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们今天进来这一趟，钱我收了，命也得留下。好快的刀，竟然连刀身都未完全出鞘。你能不能提前说一声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北朔的人。你就这么几下？废话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命归我管。那是因为你答应我爹了？是因为钱，木匣算额外行李，得加钱。我现在连饭钱都快没了。那就先欠着，欠钱的人最好别死。等等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先出镇，这里不能待了。那些人是冲着木匣来的。我爹的事到底有多大？大到足够让北朔派人来抢。我爹还在那片林子里，他先把自己活着送到地方，才对得起他把你送出来。这风声里夹杂着异样的气息，有东西跟过来了。为什么不骑马？有马走得快多了。你身上有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我在你那里洗过了的。不是你身上气息。此地荒山野岭，马匹动静太大，极易吸引山林野兽追踪。那狼现在跟着我们吗？跟着呢。你早说啊！你快把他杀了！就这样。
杀一头容易，把后面那一群都招来就麻烦了。麻烦是得加钱。唉，你能不能说话不带那3个字？快跟上！晚唐，爹在这里。爹，不想死就别回头。可那是我爹的声音。是有人让你以为是你爹的声音。什么意思？晚唐，救救我！晚唐，快过来，到母亲这儿来。他们怎么连我小时候的事都知道？楠楠，快过来呀！是真的，一定是真的。那些不是你家人。可他们知道我小时候的事，只有家里人才知道那些。这是北硕的秘术，叫回魂引。他们收集你用过的东西，沾过你血的布，加上药粉，就能让你听见最想听的声音。一旦你应声走进去，会怎样？会陷进幻觉出不来，活活困死在雾里。他们用我家里的东西，说明江府里有人提前把那些东西送出去了。对，江府里有内鬼，我知道了。我不走。不止一个。有问题，你闻闻，有没有一股淡香？有，很淡，闻不太出来。狼追的不是你，是这个箱子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洗香，木匣上有追魂香，狼鼻子灵，几十连外都能跟到。那我们昨晚……所以昨晚走得慢，没动。那追魂香是谁放的？在你府里能接触到木匣的人。木匣一直放在我爹的书房暗格里，能碰到那个东西的，是府里的人，不是外人。你家早就漏成筛子了，现在哭没用，先想怎么活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清平县，你爹在那里提前安排了一个联络人，叫石万山，找到他，有人能把你安全送出这一段路。好饿，偏偏肚子在这个时候叫起来。申叔，真硬啊！嫌弃可以不吃。谁嫌弃了？就是随口说一句。你和我爹认识多久了？认识他之前，先认识那枚标牌的上一任主人。是谁？师傅。前面了。那是什么？他们居然已经把通缉录贴到这里了，到底是谁在背后下死手？这江大人平时看着挺好，怎么就勾结外敌了？我爹不是叛徒，这是污蔑！我要去县衙，我要说清楚！你现在去县衙，不叫申冤，叫自投罗网。官府总有人讲理，总不能就这么……你现在去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一个通缉犯跑去县衙说我爹是好人，你觉得县令会信你，还是信朝廷发下来的文书？他说的对，我现在去就是送死，可我绝不能让父亲背负谋逆的骂名。等你学会分清谁是真的官，谁是披官皮的狼，再去讲理。现在跟我走。这里安全吗？我就知道是你。你认识我爹？当年跟着他在边关待过几年，他的话我听。我手里现在有12个人，明天有一支商队往北走，正好顺路，可以把你们夹在里头带出去。几点出发？子时前后。今晚你们先在这里歇着。都仔细点儿，明天的货很重要，不容闪失。只要这引兽香散开，今晚你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里。王哥，这边的绳子我绑好了。
停下！怎么了？太安静了，狼已经跟上来了，就在四周。哼，不过是几头畜生，怕什么？怎么办？往前冲！别动！他们为什么不冲过来？因为有人不想让我们死在这里，他们想把我们赶进峡谷。峡谷里有埋伏，能把几百头狼指使成这样的只有一个人，狼负责驱赶，弓手负责封路，我们就是被赶进陷阱的猎物。这分明是个不好的死局，绝不能如他们的愿。那我们绝对不能往峡谷走。对，往上走。侧坡更难走，狼也能上去。峡谷是必死，坡上是可能死，选哪个？好，趁现在。快走，从这里冲出去！第一次报，我在学。路上死了一个，2个重伤，3个轻伤。只要拿到这东西，任务就算成了。周明，你跟了我8年，问他幕后是谁？谁指使你的？他咬了毒囊。这种泥，只有前面那个客栈后院才有，有人在那里等着接他报信。真正危险的不是山里的狼，是队伍里披人皮的狼。记住这句话。那客栈不能去。不去客栈，大家都累了一整夜，在哪儿歇？绕路，山里有个废弃的驿亭，凑合一夜。疑神疑鬼的，一个客栈有什么好怕的？走。他猜的没错，如果我们刚才进了那家客栈，现在恐怕已经粉身碎骨了。那里面提前放了炸药，有人踩过点，还特意想让我们进去，那就别去。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问题？周明薛底的泥，他去客栈后院传了信，信里多半说了我们晚上要在那里歇脚。他们提前把人清完，炸药埋好，就等我们进门。可你今晚让大家绕路，镖士们有怨言，有怨言的都还活着。那队伍里还有没有别的？不知道。睡前把刀放手边。陆晨川，你睡着了吗？没有。那客栈里的人，他们提前把人清空，那普通住客没有普通住客，那家客栈本来就是他们的据点，专门用来杀人的。你做镖师多少年了？够多。见过这种事儿多吗？比你想的多。睡吧，天亮要走。这畜生在盘旋探查位置，看来我们的行踪又暴露了。这鸟怎么一直跟着？你们3个分开走，往东南西3个方向，各跑半炷香再回来。就这一块烂布，带着他走，鹰会跟你跑半炷香，把布扔掉，回来。把鹰引走？鹰只有一双眼，让他先选错。
这糕点多少钱买的？18文。同样的东西，镇上卖2文。竟然贵了这么多，我竟完全没察觉被骗了。你连一袋糕点都买不明白，以后别人卖你一场富贵，一段交情，你是不是也照单全收？我不知道行情，所以要学。他说的对，江湖险恶，我不能再事事不留心眼了。怎么会有官差过来？难道是冲我来的？都给我站住！冯村，奉命搜查通缉犯江晚航。江晚堂，通敌罪臣之女，着令就地拿捕，知情者不报，同罪乱处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去说清楚，躲着没用的。我就是江晚堂，我愿意跟你们走，但我要见县令。你是谁？陆晨川，镖师，给他护镖的。你真的要进衙门？有人想抓我们，正好进去看看，谁在里面等。他的视线总往屏风瞟，这唐神有蹊跷。江晚堂，你父江怀远通敌证据确凿，你本人携带兵部机密潜逃，该当何罪？我爹没有通敌，所谓机密是他查出来的通敌证据，他是为了揭发才。那位大人发信号了，不能再让他说下去。住口！本官不听你一面之词，先将人押下去再审。屏风后面有人在听。我看见了。你刚才那么配合，是算好了要进来的？进来一趟，能查到很多在外面查不到的东西。可万一他们真的想杀我们？真想杀我们的人，不会让我们白住牢房。你值钱是因为木匣在你身上，他们要找木匣，就得先让你活着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等。终于按耐不住动手了。找什么？我没有。找这个。说，谁让你来的？是县令。县令说，那个木匣里有钥匙，让我。县令背后是谁？万峰商后，所有的命令都是从万峰商后的后院传来的。一个商后能指挥县令？有钱能买货，也能买官。你什么时候备好这个的？进牢房之前。那真的钥匙呢？在这里。万峰商后，我查一查。现在出去。陆晨川，你不是刀快吗？来，砍一刀试试。铁布衫。每次呼吸，他的右肋起伏异常，那里就是破绽。你怎么知道打那里？阴功再强也要喘气。他每次吸气，右肋先动，那里是罩门。你要出去，还是留下来陪他？或以离府，沿途放行，必要时借江湖之手除掉。兵部的暗语，我爹教过我认，这是用兵部的暗语格式写的。谁写的？我不知道，但能用这种暗语的，一定在朝廷里。万峰商号，货物送往白鹿渡和白骨岭。快出来，队伍里又少了一个人。杜成义跟了我6年的镖员，人不见了，马也不见了。往东去了，往旧驿站方向追。不用急，万一他把木匣的消息卖出去，他拿走的是假箱子。什么？从你抱着箱子一路招狼的时候，我就把秘籍换出来了，藏进布包里。
木匣里现在只有一本旧账本。你什么时候换的？我都没发现。你发现了，杜成义也就发现了。杜成义，你竟真敢背叛我！钱货2卷，告辞。山河五策已出师。这是干什么？散布消息，山河五策重现江湖的消息，现在正在传开。这样一来，追我们的人会更多。但追的是那个假木匣，让他们抢去。这些人有几个是真的冲着秘籍来的？都是，只是每个人要的不一样。有人要武功，有人要赏钱，有人只想趁乱捞一笔。幕后的人放出消息，自己一刀不用动，让整个江湖替他追我们。现在明白了。木匣的消息就是往这边去了，你们休想独吞！我带人把这帮人引开，你们走白鹿渡。石伯伯，那太危险了。走镖的人收了钱，总要把路走完，这是老规矩。小姐，你爹是个好人，好人的事儿不能输。拿好东西，快撤！别站着，活下来才对起他们。糖蒜吧。我说今儿怎么这么不安生？原来是你来了，陆晨川。我要过河。不行不行，那告示我认识，通缉犯，我可不敢渡，我还想多活几年。普通渡河一个价，被几十个人追着渡河，另一个价。再加1倍，上船，快！快划！过了这条河，就安全了吗？怎么了？我的钱，我的命，我哪个都不想丢！想在水面上夹击我，天真！休想翻船！船绝不能沉，必须把洞堵住。你别把我的船给点着啊！你要么帮我堵船底，要么闭嘴。不错，小姐，你胆子变大了。我也怕，但怕也得做事。不对劲，煞气还没散。陆镖师，1000两，你把人和书留下，我放你走。今日之事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1000两确实不少，考虑一下又不要钱。陆晨川，想买我的规矩，再加2个0。那我等你后悔。走，快！到了对岸我就不管了。他这就跑了？他已经够义气了。刚才那个女人是谁？阮红霄，森罗楼的人，只认利益，不认对错。
森罗楼是什么？江湖里最大的杀手组织，有钱就能买他们的命。那他背后是谁出的钱？你开始往后想了，不错。这荒郊野外怎么会有红色的剪纸？陆晨川，小心，这纸人是活的。纸人数量太多，不能硬拼，必须找出破绽。正面那些是假的，是幌子。那真正的人在哪儿？找你身上，纸人是一定在你附近，需要把线绕到你身上才能控制。在我左侧。就是现在。出来！这次我没拖后腿吧？勉强值一顿饭。你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？谁派你来的？说了有什么用？落霞镇里至少5个门派在等你们。落霞镇竟然布下了这么大的局！听说那秘籍重现了，武功在里头，谁练了谁就是天下第一。我呸！我看那书里头是朝廷的把柄，谁拿到谁倒霉。看来这镇上的人全都是冲着山河五策来的。你们别，不是你现在该管的事。他们不是都说自己行侠仗义吗？嘴上说的最便宜，做出来的才算数。这位小兄弟，女孩子扮男装最难藏的是眼神，你这个伪装骗不过真正看你的人。九霄山庄的少庄主跑到这里来看热闹，他难道闻着味儿就找来了？你们带着的是山河五策吧？镇上乱，不好走。一路上行事这么妥帖，他绝不只是顺路帮忙那么简单。陆晨川这个人眼里只有钱，你真的敢把命交给他？主动送上门的好意通常是最贵的，等你付不起，就得拿命换。陆彪是多虑了，我只是想合作。合作可以谈，先说价。今晚九霄山庄的晚宴，请2位赴宴，饭后我们再谈。江姑娘，相识即是缘分，这杯敬你。对对对，难得相聚，江姑娘一定要多喝几杯。这酒的味道不对劲。等一下，从开席到现在，他一直在说话敬酒，但他自己的那杯酒竟然一口都没动过。各位见谅，我实在不胜酒力，这杯就不喝了。既然这酒里加了料，就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。搜他身上，退下。岳公子，你这好意，我确实付不起。你没喝，你自己的酒也没喝，凭什么劝我喝？熄灯。装神弄鬼，这难道是操控影戏的手段？当心！敌暗我明，得先破了这影子阵。不对，斩断光源反而让影子变多了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戏台后方先响了一声木板轻响，然后影子才开始移动。陆晨川，声音在台后，每次木板响，
才有攻击。行。原来宴厅四面都藏着镜子，他们是利用镜面反射来造性的。老实点。利用光源和声音破解障眼法，这套办法我记下了。这次反应不慢。我记住了你说的，不要只盯着最显眼的敌人。这是新贴的布告，上面鲜红印章的印泥居然还没干。山河五策重现江湖，甚至引来这么多门派的重金悬赏，这下整个江湖都要动荡了。幕后的人不用自己动手，他只要放出消息，整个江湖都会替他追我们。你这次想明白了。你之前说过，遇到拿不准的事，问3个问题：谁得利，谁最急，谁一直不说话。说下去。山河武器流传出去，江湖人争着抢，对真正幕后的人最有利。他可以借刀杀人，不用自己出面，所以最急着让消息传开的就是他。可这个人从头到尾没有正面露过面，一定是朝廷里有人。记住这3个问题，比什么都管用。陆镖师，怎么了？中了一支箭，方才在外面走，冷不防射来的，箭头还在那里。这虫，白骨岭的毒，我这是有救吗？白骨岭在南边，有人故意用这支箭把我们往那个方向逼。白骨岭的毒，只有白骨岭的人能解，其他地方的药师没见过这种蛊。白骨岭是陷阱，你不是说有人故意把我们往那里逼吗？我知道。知道是陷阱，还是要去？知道陷阱不代表不能走，知道哪儿会咬人，就还有路。我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们了。没死之前别交，死了我没地方收钱。这地方实在诡异，连风都没有，铃铛居然自己响个不停。我们怎么过去？他是被蛊虫咬的。对，要解毒。先进来再说，别踩红叶子，会烂脚。别动，地底下有东西在跟着我们。是虫王，被人驱使过的，疯了，体型巨大，在地底移动，踩到他的领地就会出来。走得快吗？比你想的快。我们能出去吗？跟我走，别停，脚步越轻越好。千万不要惊动地底的怪物。小心他的触角！必须先试探一下他的防御能力。硬壳看不见。他要钻进了，在你左边，左边。我就能做这点儿。既然外壳砍不动，那就从接缝处下手。成功了！这是什么？这块背木刻着江字的玉佩，是我家库房管事带的。江府的内鬼比我们想的出手更早。你认识这东西的主人？刘叔，我们家库房管事，跟了我爹20年。20年了，但也会被人收买，也会害你。我每天从他身边走过。府里的布防路线是他传出去的，护卫的排班是他报的。原来身边最亲近的人，才是插刀最深的人。我以前眼里只有我想看的，没看真实的。哭可以，哭完继续走。你爹让你带东西出来，不是让你停在这里。
最近这片林子不对，很多药师都不见了，还有人在地底下埋了奇怪的东西，把虫都驱疯了。什么人干的？北边来的，说话口音不一样，穿着也奇怪。是要控制这里的蛊虫。配合萨乌图的蛊敌玉郎，再加上玉蛊，连南疆都给他们铺好路了。我见过他，脸上有道疤，手里一根蛊笛。对，这铃声不同寻常，绝不是普通的风铃声。这些虫子竟然全活了！蛊笛声是那个人在催。你看他们的动作有什么规律？他们往一个方向走，往洞里走，不往别的地方。对，他们不是自己在动，是有人用药粉刺激尸体的筋肉，强迫他们走。只要切断药粉的传播，就停了。在这里。唉，这地方比地狱还乱。快走，往前面有一个医者叫柳归真，能解白骨岭的毒。得赶紧找到这个人，算盘的毒不能再拖了。快把人扶进来。正好可以拿这本书向他打听下接下来的路线。这本书怎么会在你手里？老唐的毒暂时压住了，接下来该看看这本《山河五册》里到底藏着什么了。这就是我爹说的秘密。这是你爹花了很多年用命查出来的。边关有人把弓弩粮草卖给北朔，这买卖已经做了好几年了。3名边关将领，2名巡抚，竟然有这么多人参与。最上面还有一个字。气。你爹留下的线索只显出了一半，剩下的部分必须用赤心草的枝叶才能完全显影。草在哪里？岭后的蛇窟最深处才有。记住，那畜生不好对付，切不可惊动他。我进去，你们在外面等。需要我一起？太窄，2个人反而碍事。这个，吹一声，巨蟒会往这边的声音靠，你往反方向绕。好。这声音能把附近的蛇群引到反方向，为我争取时间。不能正面硬抗，攻他7寸。起！看来刚遭遇了蛊师的袭击，竟然被他们防住了，没有乱跑。跑去哪里？还不如守住这里。你自己想到的。我想起来你说过，遇到乱的时候，先守住最重要的地方。我这就进屋去处理药液。药效起作用了，被隐藏的自己要显现了。怎么会是这2个字？这绝不可能！你认识这个人？季伯伯，内阁首辅季恒之，他这些年一直帮我爹说话，朝堂上有什么事，他都站在我爹那边。站得越高的人越不会自己拿刀。你看不见他手上有血，不代表他没杀人。还有什么在书里没显出来吗？还有账目细节，需要另外一道药水，那个材料在上京才有。那就去上京。
我爹让我把东西送到霍震岳手里，霍伯伯在上京。陆爷，我还有多少工钱？你毒没解完，命还压着呢，现在谈工钱太早。那我就先欠着命，再多活2天。你也要一起走？我们组里被抓走的药师还没找回来，我要顺着线索找人，反正方向一样，跟你们走。好。你比第一天进岭的时候不那么慌了。因为慌也没用，倒不如想怎么办。古余生比上次更近了，他们追来了。我压不住，数量太多了。把解毒草扔进火炉里，现在！会产生烟气，但这只能维持半炷香的时间。走。总算暂时甩掉那些怪物了。乌龟镇那里有人在等你。乌龟镇是陷阱吗？乌龟镇，我知道，前面不远，不知道是不是陷阱，但他拼着最后一口气告诉你，那就先去看看。这地方看着挺正常的呀。我们走了多久了？约莫半炷香。我们还在镇口。又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水坑里的倒影大有文章，空间方位被颠倒了。有人用药、铃声和镜子把人困在这里转圈，这不是鬼阵，有人在操控。这掌柜表面客气，视线却一直不肯离开我。姑娘，能不能帮我杀个人？先别拒绝。你要我杀谁？就在那里。外面一下子一点声音都没了。来者不善，他们的动作太诡异了。好，可以。你要我们杀的人在哪里？有人提出要求不能拒绝，这是这里的规矩，一旦拒绝就会触发群体攻击。先答应，别正面冲突，再找破绽。你之前见过这种地方？类似的，用铃声和药物控人，让人维持笑脸，失去自我意识。控制他们的主脑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但会藏在最不显眼的地方。能帮我找找狗吗？帮我搬点水吧，替我送一封信。每一次钟响后，这些人的要求就越发过分，必须尽快找到破局的关键。陆晨川，那座钟楼是假的。你怎么判断？水面照不出钟楼的倒影，说明那里根本没有实体的楼。那是利用镜面反射和烟雾制造出来的假象。铃声是通过暗藏的铜镜反射传遍全镇的。找到了。谁得利，谁最急，谁一直不说话。操控者是掌柜，他一直不说话，就是因为他不受铃声控制，他就是铃声的主人。那你打算怎么拆？用他们自己的规矩，反过来用。你来。我也有一个请求。啊？我需要你们搬来木材、抬水，还有帮我把那排铜镜拆下来。动作快，把铃铛摘下来装进袋子里。阵眼暴露了。晚唐，快跑！我的女儿啊！你听见了什么？都是假的，我不能被幻觉控制。听脚步的震动，来了！给我破！
这次不用加钱，你自己已经做完一半。我听见了爹的声音，但是假的。你知道是假的，还是没有回头？大家快帮忙！江晚堂在哪里？给我搜！这对人的装束不对。哪里不对？腰牌杨氏不是这一带的县衙，但又有海捕文书，要么是外调的，要么是假的。那我去试一试。怎么试？我爹在兵部多年，有些人只要提到兵部就能露馅儿。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我爹在刑部当差多年，你们应该认识他吧？当然认识。我爹是兵部尚书，刑部和兵部，你连这个都分不清，还敢拿着海捕证书来抓人？你的腰牌给我看一下。陆晨川，一个都别放走。打这一架算额外工作，得加钱。抓活的，活口比死人更值钱。学得挺快。别让他们跑了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我说了，你放我走。说了再谈。季大人说绝对不能让他走进上京城。季大人，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，非要在这半路上将我赶尽杀绝？下了封口毒，提前准备好的，连自己的人也防着。森罗楼的毒针，季恒之连江湖杀手都买通了。陈川哥，你看这上面有季府的印记。3名边关将领，2名地方巡抚，6家商会，再加上县令这种地方小虫，季恒之，这买卖做的可真大。这些人有的死了，有的被灭口。我爹是最后一个发现秘密的。霍振英，你爹让你找的人现在在上京，但霍府被围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个镇里有人先一步送来的。这纸条用的是霍府的墨，只是霍府的格式。是真的，霍伯伯用的就是这种墨。纸条是真的，字是真的，但去不去，要你自己判断。义庄靠近旧城墙，方便撤退。纸条上有一句话，用的是我爹和霍学霄年轻时在边关的军中暗语。那就是真的。除了他们2个人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那套暗语。我们进京。怎么进去？城门有盘查。你有旧识吗？有一个叫唐四海，跑镖的，在京城有门路。啊，那是我兄弟。下一个，录音拿出来，女的把脸露出来对画像，动作快点儿。进了城门不要说多余的话，越紧张越容易露馅儿。好，我明白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回官爷，我是镖局的账房，负责清点货物。录印拿出来。只要别查后面的货，这关就算过了。这个把锁砸了，打开检查。若是箱子被打开，之前的所有伪装就全白费了。官爷，这是雇主贴了封条的贵重物品，按规矩路上不能见风开箱。大人，货单都在这里，少一件我赔不起，您仔细核对。
过去。不错，真正的东西我提前拆开，分别藏进衣服夹层、账本封皮和马鞍的内层了。你什么时候换的？出发前。终于学会提前留后手了。霍震岳现在是软禁，外面的官兵都是季恒之派的人，霍府里里外外都有眼线，他根本出不来。那怎么见他？霍老将军想办法传出来的消息，让你们今晚去城西一趟。这纸条从哪里来的？经过哪些人的手？是霍府的人出来买菜的时候悄悄塞给我的。纸条是真的，还是有人等我们上钩？这纸张的质地和上面的笔迹有古怪。这里最后一句是我爹和霍伯伯在边关用的军中暗语，外人根本不知道这套格式。这不是伪造的，是真的。那就去。晚上我送你们过去。我知道城西驿场的位置。你是真的，还是季无秀用来骗命的假人？我是真的。证明。这个可以仿造。那我再说一样东西，你听听能不能仿造。天启7年，风雪崖边，只留了半壶烈酒。这是父亲和江伯伯立下的死誓，旁人绝不可能知晓。进来。你爹把最难走的那段路留给你了。霍伯伯，我把东西带来了。这些还不够，千秋宴只剩7天，还差什么？季恒之准备在那一天让皇帝签下割地议和书，把3座边城攻城。刚一听说是伪造的，犯案需要活证人，还需要军械调拨的印章。第一，完整账册；第二，军械调拨印章；第三，账房证人钱守义；第四，被迫参与军械转运的工匠，并且能够当众作证。7天不够，那就别只守着。我们不能只躲，要让他们以为秘籍还在外面，把人全引开。我们去找钱守仪和那些工匠。你向你爹说话的时候，我爹没能把路走完，我来走。安排这么多趟，工作量变大了。多少钱？哼，这才像个户主。江晚堂，出来吧，保护父亲！走暗道，快进栈道。暗起来的这么密，躲不开了。陈川，你中暗器了！季无咎来得太快了，知道我们在义庄的人，只有这里的人。平时最是话多的人，现在怎么连对视都不敢？云婷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去倒茶了。那义庄破败不堪，哪里来的茶？我娘被他们抓了，他们拿我娘要挟我，我实在没办法。果然防不胜防，竟然是从家人下手。先别动他，他出卖了我们，差点害死所有人。有人为钱背叛，有人是被逼的。你杀了他，他娘还是救不回来。季恒之还是知道我们在哪儿。你娘在哪里？成了一处地下毒坊，季无咎的人把他压着。救人是额外任务。石子，多久？库主越来越懂事了。救人要紧，但救出来之后，云婷的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知道，但现在先救人。
那地方不好进，地下有人守着，还有一些能缩骨的杀手，藏在木箱里，很难防。缩骨？他们能把自己塞进很小的空间里，不发出任何声音，等目标靠近，再突然跳出来。木箱里藏人，空间受限，一定会有破绽。筛子声，筛子摇的时候有声音，缩骨的人进了箱子，改变了箱内空间，筛子扑动的声音数量会变。你在想怎么发现他们？这摇台子的声音数量怎么对不上？这张桌下面有人，少了一颗柴子的声音。还藏着一个。老实点。娘，儿子来迟了。这里环境隐蔽，肯定藏着他们真正的目的。这是北朔药粉，这里是他们准备千秋宴的东西。你看，这个人进了皇城戏班，是萨乌图。他要借着千秋宴的掩护，直接在皇城里动手。千秋宴上，他会用夺心灵混进乐师队伍，再趁铃声乱了侍卫的神智。季恒之逼皇帝签下割地议和书，然后把所有的乱子全推到江湖乱党头上。那我们还缺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人证，账房钱守义，有他，军械调拨的每一笔账目才能说清楚，那些账册才不会被当成伪造的。钱守义在哪儿？我知道他在哪儿，消息也有价。别紧张，我要是来杀人，你们已经少一个了。你来找我们是为了什么？季恒之准备把森罗楼一起灭掉，把这趟事做干净。我不想死，所以来谈。你要什么？事情结束后，减轻我过去部分罪责，让我有条退路。可以减罪，不能当作没发生。你做过的事，要认，要记录在案。你比刚离家那会儿硬多了。钱守义在城外水牢，这是唯一没被封死的入口。进去容易，出来有多难？我们现在要做2件事，一是找到钱守义，2是把江湖上的追兵引走，不然进城的路全是眼线。怎么引？3路假消息。第一路，告诉城里几个江湖人，说秘籍藏在城南的听雨楼。第2路，让消息传进官府，说秘籍已经交给霍震岳，藏在霍府。第3路，故意让北朔细作知道陆晨川今晚会独自去水牢，把陆晨川当饵。3趟跑下来得加钱。你在水牢那趟是1路，前2路算1趟，按2趟算。成交。你负责把假消息送进江湖那条线，能做到吗？这个我熟。水牢的入口路线错综复杂，绝不能走错半步。你把入口记住了。好，跟紧。各路追兵的视线都被引开了，接下来就看水牢里到底有什么了。水下有人。果然有埋伏。先稳住人质。我来开门。桥下面还有一个，左边。只要钱叔还活着，当年的真相就能水落石出了。
你是江大人的女儿？对，钱叔，你没事了，我们来救你了。不对，江大人不是第一个发现秘密的人。什么意思？过去3年，至少7名官员先后发现了军械被盗卖的线索，都被季恒之跑人灭口了。有的被诬陷，有的全家失踪，有的死于意外。你爹只是最后一个。7条人命，季恒之，你欠下的这笔血债，我一定会让你1000倍100倍的偿还。7名官员被灭口的经过，军械调破的账目，所有边关将领和地方官员的名字，还有季恒之传令的渠道，我都交代，全在这儿了。钱守义的供词和账册能互相印证，但还差军械调破的印章。没有印章，对方可以说账册是伪造的。我知道，那枚印章在哪儿？城外一处秘密军械库，紧靠西城墙，藏在地下。危险，可能有守卫，也可能有炸药。走到这一步，就算前方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得闯。没有印章，账册就是一堆纸。我们必须去。那就去。这些本来是要送去边关的。印章找一下，快！千万不能被人捷足先登了。江晚堂，你爹死的时候我就在江府，他明明可以闭嘴，偏要逞英雄。杀父仇人就在眼前，不知死活。你先去找账册和工匠，我拦住他。去。你护一个通缉犯，值吗？收了钱，那就值。找到又怎样？虚实如灰。不好，我要桶被点燃了！出去，全部出去！快走，往门外跑！别愣着，走。你拉了我一把，我们现在是同一边的人。季无佐跑了，证据在我们手里，但他还活着，事还没完。还剩几天？千秋宴，后天。千秋宴提前，明日举行。只剩1天了，季无咎一定是想提前发难，我们必须马上反击。千秋宴明天开，我们今夜必须把所有人安排好。我去联络可信的官员和禁军，让他们明天能进殿。云霄带工匠提前进城，把人藏在城内。阮红霄，你回森罗楼解决里面季恒之买通的那些人。怎么进？戏班入口，萨乌图用了这条路，我们也可以用。爹，我快送到了。别急着说完，最后一段路通常最贵。你还要加钱？走吧。潜伏多时，成败就在明日的千秋宴了。贵客已至，这盘大局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。没问题，进去吧。铃声已经开始了，萨乌图已经动了。我们快点儿！抓刺客，保护殿下！
晚唐，回头，爹在这里。爹，不可能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假的。我知道。晚唐，爹就在你身后。这声音的方向在不停变动，不是从某一个人嘴里发出的，是借着两侧铜钢的共鸣在反射传播。砸铜钢，先断声音。我的头怎么这么疼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进去。陛下，局势已定，用印吧。这次你过不去。他喝了什么东西？气场完全变了。你的刀也不过如此。呼吸如此急促，药力支撑不了多久，破绽很快就会出现。受死吧！借来的力量通常都很贵。他服了血药，要消耗他的药力，让他自己耗尽，再动手。知道了，你去。他的攻势很猛，但呼吸变重了，速度也在下降。血药的药力开始回撤了，就是现在。力量消失了。你要活着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全家。杀了你们！陆沉川，到最后了。后面还有这么多。一个镖使，有什么值得你拼命？普通护镖不值。碰上会邪术的得加钱，你们越麻烦，我越得送到底。这红雾遇到空气流动就会散开，大殿侧面的通风口能改变气流方向。霍云霄，推倒那两侧的屏风，再把侧门打开，让风进来。看你往哪儿躲！现在该正面算账了。这是当年杀死父亲的回廊刀秘术，刀气会绕回来，别让他绕到你背后。想前后夹击，没那么容易。勿予顽抗！距离太近了，骨笛发不出完整的音，晚刀也施展不开。陈川，趁现在！我的血魁大军全完了！完了！把乱党全部拿下！大势已去，快逃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他只要闭嘴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江家还能继续享福。所以我爹才不能闭嘴。把证据给我，
我可以让江家平反，你还能回去做尚书府的小姐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我爹拼命送出来的，不是一本书，是边关几十万将士和百姓活下去的机会。你以为你能赢？我来送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江清远之女通缉犯。账目上的每一笔有前手艺在这里对证，印章上的每一个编号有亲手参与转运的工匠在这里作证。北朔联络凭证是从季恒之与萨乌图之间的网网里取到的。不用信我，看账目，看军械编号。草民交代，军械调破共分3批运往北朔，这是每一笔银钱的流水。草民可以作证，转运路线与军械数量皆如账册所记，上面的编号是草民亲手刻认，绝无虚言。季恒之，传旨，当殿彻查通敌案，所有涉案官员一律拿下，等候审讯。准。万堂，你把路走完了。是我爹教我走的。好了。把它转交给皇上，作为呈堂证据。接下来，我们还要找北朔剩下的细作。你还接这趟镖吗？只要你还需要，这趟镖我会一直护下去。另开一张镖器，价钱还是得谈。当然。走吧。皇帝的圣旨终于下达了，边关重新整顿军械，遇害的官员们一一平反，父亲的一世清明得以恢复。你们往哪儿走？我已经找回了族中药师，这就回南疆了。这是路上用的药，我特意从柳桂珍那里要来的。你现在比第一次见的时候靠谱多了。跑了这一圈，不靠谱都不行。走了，还有事没做完。我把季恒之交代的事全做了，我确实是内鬼，绝无半点隐瞒。季恒之抓了他娘，逼他就范，他做了错事，但不是主动叛变的。你娘现在平安，你的事不能一笔勾销，但也不能当作没有功过。起来吧，此案了结之后，你去边关守3年，用行动赎罪。北朔这次吃了亏，不会就此罢手。边关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所以还有细作没卡清。你打算继续？我爹当年在边关查到的线索，不只是军械这一条，还有其他的。你爹教过你，做事前要先想好后路。我有后路，我有陆晨川。那个爱钱的镖师，他爱钱，但他答应的事一定做到，这就够了。江大小姐，接下来的活可不轻松，必须得加钱才行。陆爷，这趟我的船破了，我的货没了，我的命差点没了，这损失谁赔我？你还活着，已经赚了。说的倒好听，这个算是一点补偿。不够，再加点。你再拨一遍算盘，看够不够？勉强够了。下次还接我们的活吗？加钱。爹，
女儿今日就要离开这里了，我一定会查清所有真相。想什么？想我爹。这里是他待了大半辈子的地方，他最后一次从这里走出去，是往边关去的。回来的时候，就是那晚被人追着，走了。你看一下，价钱我们谈好了的，都写上去了。从今天起，重新计价。好。我爹说北朔这条线不只是军械，他查的时候发现更深处还有人，但没来得及查清楚。线索在哪儿？在这里，一个地名白鹿寨。多远？3天的路程。那走吧，路费先付一半。你能不能……算了，就这样吧。陆晨川，你师傅那枚标牌，你什么时候收回去的？你还给我的时候就收了。那你为什么还答应接这趟标？标牌是师傅的，规矩是我的。我的规矩里有一条，接了活送到底。接了活送到底。我爹写的时候只写了地名，没写里面有什么。白鹿寨在凌云山里，进去只有一条道，里面有多少人、什么人都不清楚。那怎么进？先打听再进，莽进去是送死。老哥，你走这条道走多久了？30年了，这一带的村子我都跑遍了。白鹿寨，客官，那个地方最好别去。为什么？那寨子最近几个月关门闭寨，以前送货的人进去都不出来了。寨子里也不知道住了什么人，半夜有马蹄声，白天却没有炊烟。以前寨子里的人呢？以前是猎户，住了几10年了，现在一个都见不着了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客官，劝一句，那地方不是普通人能去的，快走吧。猎户不见了，外人进去出不来，这地方不只是个据点，更像是一个专门处理麻烦的地方。脖子上有一道极细的勒痕，一击致命。他手里死死攥着东西，看来这白鹿寨的水比想象中还要深。森罗楼的手法，帮我们。阮红霄之前不是答应减罪帮我们吗？森罗楼里季恒之买通的那几个，不一定都清干净了。他是去白鹿寨的，还是从白鹿寨出来的？从里面出来的，被追出来杀掉的。他手里还攥着这个，说明他想把这个带出来，是在给人传信。我来找你们，白鹿寨的事比你们想的更麻烦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在收尾，季恒之在森罗楼里买通的那几个我亲自处理的，还有另一件事我不用诉你。说，这是那个死者身上带着的，他是白鹿寨里关着的一个人，想往外传信的。打开看。这枚腰牌是父亲的，白鹿寨里关着的人到底是谁？这是我爹的腰牌，他的东西怎么会在这里？那个死者从白鹿寨里出来之前一直被关在里面，他进去的时候是半年前，说是接了一个委托去送货，然后就被扣住了。白鹿寨里头关着不止他一个人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爹当年在那条河里未必就死了。这话你有什么依据？那个死者进白鹿寨之前见过一个活着的人，那人自称是从上京逃出来的官员，姓江。先别乱，有可能是真的，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用这个把你引进去。我知道。你能稳住吗？稳住了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都要进去看，但不能莽，要先搞清楚里面的情况。大概20-30人，守门的有明哨暗哨，里面有个地牢，关人的地方在寨子最深处。你能从外面配合吗？可以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减罪要落实。
正门不好走，暗哨的角度只有从东侧的崖壁才能绕过他的视线死角。崖壁那段我来，银丝够用。地牢在最里面，如果我爹真的在，一定是在那里。你从外面制造动静，把明哨引开，给我们2刻钟。2刻钟够了。走。快进去！这身形，这长相，不会错的。爹，晚唐，爹，你还活着？那晚我被冲下去，被人从下游捞出来，我以为是好人，结果是被人关在了这里。你是陆晨川，把他们都放出来，他们是无辜的。知道了。我一路带着他过来了。你变了，跑了这一圈，不变也不行了。委屈你了，晚唐。地牢被撬了，有人跑了，快追！动作快，出门的路被堵上了。走侧面崖壁，原路撤退。在那边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先带你爹过崖壁，我断后。你一个人？按时间算，这段断后要加钱。你先走。速战速决，不能被这群人拖住。打散了，撤。这边。谢你。不用谢，账已经算进去了。白鹿寨不只是关人的地方，我在里面这几个月听见过不少。那里头还藏着北硕传递情报的一个中转点，专门替北硕在大圣境内收集各地的兵力分布和官员动向，然后往北传。幕后还有人没抓到？有，季恒之只是其中一个，还有一个人始终没有露面。白鹿寨里的人叫他南萧，从来不知道他是谁，只是按着他的命令做事。南萧，季恒之已经被压下了。他指使萨乌图时提到过上面的人交代，那个上面的人肯定就是南萧。季恒之也只是一颗棋，南萧才是真正在背后布局的人。那案子还没完。你在里面这几个月，有没有听到过任何和南凹身份有关的线索？有一次，听到有人说南凹在上京，身份极深，轻易见不到他的面。但他手里有一样东西，是证明他身份的信物，叫做悬押令。谁在那里？有人，3点方向，至少4个。把江怀远留下，其他人可以走。留人加价。白鹿寨里还有多少人知道南萧是谁？我不知道什么南萧。再想想。寨主知道，就寨主一个人知道。寨主现在在哪儿？上京，他半个月前就去了，说是受南敖召见，让他留守那边。南敖现在在上京，寨主被召进上京见他，说明南敖此刻还在京城里没走。季恒之已经被压，他的同党里有没有人趁乱逃走，或者已经销声匿迹？有一个御史台的中策，通敌案发的时候他突然告病，一直没有露面，也没被点名。御史台的中副。看来此人就是查出南萧真实身份的突破口。明天回上京，先把这个人找到。中旨，我知道这个人，御史台的，做事一向低调，从来不出风头。通敌案里没有他的名字，正因为没有名字才可疑。那种案子，每一个有能力帮季恒之的人，要么被拉进来，要么被杀掉，唯独他毫发无伤，只是告病。晚唐，你是怎么想的？
要先确认南萧就是他，再确认悬崖令的下落，然后一网兜住，不能让他有销毁证据的机会。要确认他，最快的办法是让他自己动作。你有想法？散出去一个假消息，说白鹿寨有个被关着的人出来了，手里带着南萧的证据，要去交给霍将军。南骚听见了，一定会先动手灭口，再想办法销毁证据。我们就在他动手的过程里抓人。这是钓鱼。这个主意从你身上学来的。那就用一用。我去安排散布消息。陆晨川，这趟你跑的路程又加了，所以得加钱。中府伪装的倒是严密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里面有没有人？有，烟囱在冒烟。你怎么知道是中妇，不是下人做饭？告病的人，府里的饭是下人做的，但现在的烟量是2个灶台同时在烧，一个做饭，一个在焚烧文书。他在销毁东西，要赶快。不急，他烧东西，说明消息到了，他慌了，慌了才会跑，跑了才能抓到他出来的那一刻。鱼终于出动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悬崖令。南萧，就是你。你们没有证据。你刚才往外带的这些就是证据。这情报汇总格式和当初在白鹿寨地牢旁搜出的文书一模一样，是他们往北朔传递情报专用的。他亲手写的，笔记在，格式在，悬崖令也在。够了，带走。这几个月在白鹿寨听来的南萧指令细节，每一条全都对上了，完整的了，罪证全在这儿。这案子从头到尾是你查下来的，不是我。是您当年挖出来的，我只是把他送到该送的地方。要上报了，今晚就动。禁军统领到了，带上所有证据，我们进攻。陛下，草民无意中发现军械倒卖的账目，一路遭遇杀手追杀，后被关押在白鹿寨。钟弼这个名字，他在御史台做了多少年？16年。彻查，通敌案，一个不漏。第一次觉得这事儿真的要结了。还没结，结案要走流程，少则1个月，多则3个月。我知道，但大的东西到位了。陆晨川，你这一路谢你。收了钱呢，就不能正经说一句？你没死，我也没死，押送到了，这就是正经话。那是去押送钟辟的，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这些都是伪造的，我可以解释。令牌呢？这也是伪造的。我可以在堂上作证，白鹿寨地牢的看守提过御史台的大人，对应的指令时间正是你上报的那几次北境巡查。姜黄元，你不过是个失职的旧官，你的话有多少分量？够让皇帝下旨彻查。想说的，现在说，还早。在御史台16年，16年的同僚之谊，终究抵不过权力的诱惑。结果要多久？最迟3日，圣旨会下来。中处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即日收押，交3司会审。将回远官复原职，一应旧案，悉数平反。站着，别在宫里倒下。在那地方关了大半年，出来才多少天，眼泪流着就浪费了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我姜家满门的冤屈终于洗清了。先回去，后面的事由我。
真的，钟父被抓了，江大人平反了。今早圣旨下来的。我的老天，这趟跑下来，终于跑出个结果了。嗓门小一点，还在街上。陆大哥，我跟了你这一趟，值，这辈子值。他说的对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御史大夫钟志因为通敌被抓了。怪不得今天一早街上那么多官兵。钟志落网，上京城的这盘棋总算是下到头了。我让人先收拾了，但来不及全弄好。不用弄，这样挺好。我得慢慢认认。这一路吃苦了。没有，只是路上的事多一些。陆晨川是个可信的人。是。让他来吃顿饭。这些当年没来得及送出去，现在可以交给霍震岳了。爹，您当年为什么不先跑？好了，案子就真的没了。我明白了。你这就要走了？镖送完了，留着做什么？江小姐知道吗？镖局的事，不用通知委托人。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。你在上京待，还是跟我走？我先在这儿待几天，还有些账没算清楚。要走了，镖结了，路上小心。还有事吗？没有，没事。没事就走了。陆晨川，你师父说的那句话，接了活送到底，你这趟送完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把我送到了上京，把镖送到了，但这趟镖真的送完了吗？镖送到了，可托人平安，银货两讫。你就不觉得这趟镖不管加多少钱都没亏待你？意思是还有后续？我爹说让你来吃顿饭。这杯酒谢你护我女儿一路平安。收了钱的。那算是我额外多谢你多跑了几趟。这饭菜不错，比路上那些强多了。多谢。这两个年轻人的牵绊，恐怕不只是一趟镖那么简单。这棵树我小时候爬过，爬到几节？爬到那个分叉掉下来了，手掌破了皮。我爹看见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抱着我坐了一会儿。陆晨川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说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接镖，走镖，和以前一样。那镖局里还缺人吗？你的意思是？我爹复职了，但这一路我发现这些交割清楚了，还有很多积案，很多普通人被压着，无处伸冤，没有人替他们跑腿。我想以镖局的名义顺路接这类事。加就加，这回我说了，不管什么路，送到底。镖送到了。我师父有个规矩，送完镖来报一声。他知道的。他喜欢多事的人，所以他才收了我。要走了，案子结了，我该走了。去哪儿？没想好，先走再说。这个算是路引，以后有麻烦拿这个找我。江姑娘珍重。珍重。这架又假了。
这回是我主动加的。从今日起，再接一趟，目的地不定，路上随机。好。我就说这趟怎么也不可能就这么结束。这次去哪儿？先去平州，那边有个积年旧案，有人托人传话说找不到镖局街。平州多远？5天的路。路上有什么？山河土匪，还有可能遇上一些事。这不就是每次吗？陆大哥，这趟我的分红还是3成啊？2成。给他3成。3成。江小姐，